这个看到的都是给你正能量的鼓励，但是呢，我们往往都活在他的负能量中。他的负能量怎么看呢？来，你们是不是看到无所不能？所以啊，现实的你就忝的啦，忝死啊，不爱走啊，有够忝的。信仰负重在人间，今天可以去规划天官五财神躲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那这一集我们来到了开运解惑，也可以自己 DIY。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关于一件事情，就是克服。不管你遇到了生老病死苦、喜怒哀乐或爱恨情仇，这些所有的问题的发生呢，我们要突破，就是要克服。你要有愿意克服的能量，愿意克服的心，你才能够面对你生命所有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就要邀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在荧幕前的你，也想一想，你想了解什么问题？你心里有什么疑惑？讲完之后呢，待会跟着我的步骤，我们一起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将你心里的疑惑做一个全盘的了解，我们怎么克服你心里的问题，怎么帮助你迎向成功。那我们就开始咯。记得我们要使用牌卡之前，我们一定要祈请。在这之前确认一下，你们心里的问题都设定好了哈 ，OK 了哈。来，在荧幕前的你呢，我欢迎你，你也跟着我一起做。来，看着光，眼睛闭上，愿财神慈悲，让我们了解我如何克服我心中的困难，我怎么样用好的能量能够圆满一切。愿财神爷慈悲解答，感恩财神爷。好，张开双眼。我建议你，我都不看牌卡，我跟着我的手感洗牌就好。我边洗牌，我会边想请财神爷慈悲，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荧幕前的朋友们，都能够将他的心中的问题一一来克服。好，我洗完咯，我要来开始抽牌，我随意抽随意摆，这样最准。虽然说我看着牌，但是我要抽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它哦 ，OK， 我让它自然的去流动出来。好，这6组牌阵我已经帮各位抽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来字卡，我会把它放在手上。财神爷慈悲在上，请您帮助荧幕前的每一位朋友解答我们心中的这个困难，要怎么做会更圆满。好，张开眼睛，因为它比较小，我不洗，但是呢，因缘的关系，它掉下来我用。好，那我随缘摆放。当然，这个掉下的牌你用不用都随意啦，记得跟着感觉走，不要太多想法，直觉就好，直觉最准。好，现在呢，我已经将牌卡都抽出来了。那不管荧幕前的朋友们，你们想到的是什么，或是你现在才看到节目的，没关系，把你心中的困难设定好，想好它，我们开始来听解答。OK， 记得解牌没有技巧，技巧是什么？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凭直觉。但是现在就我来帮您服务吧，我接收讯息来告诉你。我们首先先看第一张天启，天启就是老天爷的启示，老天爷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看这个图哇，这个图你看有员工、有老板，还有后面的这位秘书，我手指头动的位置，前面叫力。所以上天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哇，这里头看到的员工、老板、秘书，其实都是你。也都是我，代表我可以是老板，我可以是员工，我可以是秘书。文字叫力，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无所不能哦。只要面对你心中现在的这个问题，你愿意相信你能解决，你愿意相信你无所不能，你愿意相信你可以是任何的一切，你只要相信了，我觉得呢，你的问题就开始要被解决了。这是上天给你的祝福。所以有缘看到我们这个频道节目的朋友们，首先祝福你们，你们每一位都是很杰出的，都是强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牌，第二组牌呢，它又可以叫自身的命运。我们来看关于命运，财神爷是怎么回答我们的哦。这个图呢是出自于财神经里头有一段话叫十念善思思，意思就是说时时刻刻都想好的，不要想坏的啦。所以我们看它底下是一朵莲花哦，我们会明白莲花出淤泥不染。我相信我有一个志节量高的状态，我也相信我可以变成美好的。那这个缘分的缘呢，我想在这里先让你们了解，因为这张牌卡莲花通常在神佛的神像看来神佛都是乘坐莲花而来，所以呢底下有莲花，相信你一定是生来不凡。你的命运有点呈现是你必须修正、修行、调整你的状态。所以这个缘我这边也要跟各位讲，缘分这个字是密字旁，因为财神要我们面对缘分这件事情，是我们了解在每个缘分的互动里头，我们都明白我们随缘不强求，我们缘来我们就好好享受缘分的到来，我们缘去呢我们也不留，我们也欢喜自在。所以不管是强求的缘或是不强求的缘，我们一切都在修正跟调整中往更好的去走。
好，你看第一张天启告诉我们，我们无所不能这个每个角色都是我们。那第二章又看到了，我得修正跟调整。那第三章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啊？这个图是企业家，文字叫明。你看到第三章叫创造。其实企业家的状态，我们看他的样貌就是一个成功，志在必得，就是一个很开心欢喜的样子。而且文字日月明啊，这个明字是财神爷最喜欢的，因为他叫赵光明嘛，所以他喜欢明这个字。但明这个字有日有月，代表什么？日代表男性的能量，月代表女性的能量。所以啊，当出现明这个字啊，代表很棒你有男人的贵人，也有女人的贵人哦。先恭喜你们，我们心中要克服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只要愿意，一定能成功。所以我觉得今天抽到的牌，这样看下来，从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会发现，你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我相信啊，在荧幕前的你们搞不好有可能也是老师，要教导很多人，也多数有可能是身心灵工作者，也有很多是老板、企业主。哇，你们都很棒。这三张牌开出来都是好牌，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好牌，我们还是要了解那牌的负面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一来看像我们看牌组，其实我们在牌卡的使用手册里头也刚好有这一组牌阵的介绍，在这边我也跟各位做一个解牌技巧的分享。譬如我们看到了这一张天启，我们会明白在它对应下来的这一章也是有话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来完成老天爷告诉我们的我们无所不能的这件事情，我们用什么资源把这个事情叫过来。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章，这一章就叫资源。所谓的资源，就是我们来看看如何运用你有的去创造更好。你看上面的这个图啊，是西方佛祖来接引，文字叫经。哇，看到资源叫西方佛祖来接引，你就要真的很感恩了。其实我相信荧幕前是优秀的您，卓越的您，你们也是为时时刻刻都懂得自我反省跟检讨，甚至我相信你们都是有在行功立德的朋友们。你们都是有在默默进行回馈于世间的一个动作。所以当你们抽到这个牌，我也想让你们明白，就是说抽到这一组牌告诉你，你的资源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你的中心思想，只要它是好的，是对的，你就相信，不要怀疑，继续往前。那这个文字经就是不用多说，经就是赞咯，除了是精神，也是精明，也是最棒的你。所以针对你们的问题怎么克服，你们是有你们的信仰会来带领你们过关。您的信仰可以摆在我们的神佛菩萨里头，你的信仰可以摆在我的梦想，你的信仰可以摆在我要得到的一切，只要是良善的都一定能成就。好，那我们就继续看接下来这一张牌它叫支持。那你看就像刚刚跟各位所说的，每个牌啊，它的下方都会有个对应的关系。这个牌呢，它在中间的位置，它也叫核心。所以我先跟各位分析刚刚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在荧幕前的你很棒。第一张天启告诉你们，你们无所不能各个角色你们都可以扮演得很好。然后呢，又有西方佛祖来接引，代表我想你的工作多数的人是有神圣使命要完成的，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呢，好的开端我们要有核心，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好的开端如何延续，核心很重要。所以核心就在这里，就像我们要了解命运，命不可改，运可以创造。那不可改的命，就像我们这个图，我们会看到哇，这一组牌就是修行牌啦，要往正能量走。那缘分的缘是运我们怎么造运呢？我们自然而然，法尔自然，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强求，我们随缘。但是随缘不是让你摆烂要努力过的才可以叫随缘。那我们怎么做更好？来，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这一张。这张图是祭天祭拜祖先，那你看文字叫通。先恭喜你们财神爷常在讲牌卡，我们眼睛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它也是易经概念。易经概念讲的就是宇宙运行之道，也就是天地之间万物一切的最根本的道理。真理啊是简单的。我们看到图有水叫什么？有水就有财，恭喜。有山叫什么？有山叫有希望，有愿景。所以只要你臣服，这个臣服就是你看他跪在地上拜拜，你认同自己的位置，你相信有希望有未来，你相信你有努力都有回馈，万事亨通。就像他跪下来拜拜，你要敬天地，你要包容，你要谦虚，你要服从，你要臣服。所以如果你有了这些力量来支持自己，其实你都会顺利的。那再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我们后面的牌还记得刚刚看到的第三章就叫创造。创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肉眼所看出去的一切全部都是人心因想象而创造出来的，所以没有不可能，只有创造。你看这张牌，哇，企业家创造一个企业家，而且明还告诉你，你志在必得，你会成功。那我们
怎么去展现行动呢？行动就在这，所以这个创造啊，它有对应的关系在这边。那这也是一个结尾牌，因为它摆在第3组。那我们来看这个牌说的是什么？你看这张是行动牌，行动就是告诉我们下一步怎么做会更好。这张图呢，意境是一个修行者看着水，然后呢，它这里打个勾的水的符号，这张牌叫忏悔。那这个文字刚好也来到悔这个字，所以呢，这个行动告诉你，不是你是坏人要去忏悔啦，这个应该是告诉你，你要让自己的情绪流动。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常在说的，财为水，水为财，水是活的，流动的水不会发臭。忏悔也是要你情绪要流动，所谓的情绪流动就是该笑则笑，该哭则哭。佛曾经有说过人不能活得不像人哦，人不像人是什么？就是该笑不笑，该哭不哭，这就是活得不像人。这是佛经曾经说过的故事跟道理哦。其实一切都很好，没有过不去的。你看它水在流动哦，这也代表我相信你的运程时时都有好的善的机会跟机缘。可是悔这个字旁边是心字旁，在旁边是每天的每，你的行动是要进行一个时时刻刻的调整。这个时时刻刻调整也不简单，它必须我们每个当下都要保持清明的头脑。你要相信你所走的路一定有出路，这个看到的都是给你正能量的鼓励。但是呢，我们往往都活在他的负能量中。他的负能量怎么看呢？来，你们是不是看到无所不能？所以啊，现实的你就忝的啦，忝死啊，不爱走啊，不够忝的。所以你看看他这个命运是不是告诉你要往善的走？所以负能量是什么啊？就忝的忝死我，喂，看到都不好，累死我了，什么缘都要把我扒着烦着，累死了。好，我们再看你是怎么活在你的创造中哦。上面志在必得，我要的都没有，是不是看到了吗？上面志在必得，我没都没，忝死我呀。再来继续看哦，什么西方佛祖来接引，我都在地狱里头，而且还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实际你都在什么状态？什么臣服？其实在你内在里头，你真的无法臣服的。你明白你得强壮起来，但是不需要强壮。OK，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章哦。什么叫忏悔？换句话说，你就惊的啦，很惊，一直 hold 住自己得怎样怎样又怎样，但不用那么累啦，好吗？所以呢，这样看牌了解了吗？我这边也无私跟各位公开就是说我这边的解读技巧都不尝试的与您分享。记得看牌每一张牌都好牌，因为财神要督导我们往正能量走啊，所以每一张都好牌啦。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实际上都活在那个牌的背后，那个不好的背后。安内无了解不？来祝福各位哦！哇，我今天抽到这个牌，我好开心哦！为什么？我知道荧幕前的你们每一位都好棒，而且很谢谢你们认同我们的节目，来观赏我们的节目，很感恩，谢谢你们，祝福你们。今天抽到这个牌卡呢，朋友们，财神要我送你们一句话回到一开始，就是预祝各位生命富足，身心光明再会哦，拜拜。那时候我跟我姐才刚开始跑夜市，我都想说哇，这么多人，我们做得起来吗？到后来1年后，5、6摊做到只剩我这一摊，而且其他卖玉卖水晶的摊位，只要知道我们2姐妹在夜市卖水晶，他们就不会进来。